大家好，我是边走边画的冰莹。看过我视频的小伙伴一定知道，我特别喜欢在旅行途中坐在路边画写生手账。我觉得用这种方式记录旅行的点点滴滴很有意义。和事后再补手账不一样，这种现场速写能更好的捕捉到当下的感受，让我不再做一个美景中匆匆的过客，也是一个很好的能够和当地人交流的机会。 You paint this right here. I will up there, upload where the windows are open. Yeah. 青菜さんですか？そうですよ。哇哦！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我的私藏旅行水彩装备，希望你也能和我一起带着画笔上路吧。我其实之前有做过2期视频讲我的画材，但是时隔1年多，我的文具们又更新了一大波，所以今天就来讲一讲我的最新装备。出门在外，写生装备最重要的就是便携，不然背一天沉甸甸的画材，连玩的心情都没有了。所以我现在这套工具全部都是以极简极小为核心来考虑的。这个文具袋和本子就是我现在所有的画画家当了，可以随便丢进旅游的小书包里面。首先，我的文具袋是索尼克 Sonic 这个牌子的 Smart Star 文具袋，这是我在东京的 Loft 实体店试遍了所有笔袋里面找到的最实用的。它的拉链在拉开之后可以翻下来，下面有一个吸铁石吸住，这样画画的时候就能立在旁边，很好拿东西。后面这排装的是笔类，中间这块夹着我的调色盘和取景框，然后前面是一些小物收纳。这个形状和尺寸真的完美适配我的这套画材。我的旅行钢笔是意外设计的便携钢笔，一边拧开之后再插回去，就能变成一根完整尺寸的钢笔，这样比较适合我这种手小的女生。我以前以为 Kaweco Sport 已经是最小的钢笔了，没想到意外设计这款还要小上一大圈，而且黄铜的质感和复古设计非常深得我心，还能刻字呢。要注意的是，这个钢笔因为体积太小，所以不能用活塞吸墨器，灌墨的时候一定要用针管把墨水注入墨囊里面。我用的墨水是 The Atramantis 档案宗，这是个防水墨水。如果画水彩的话，一定要记得用防水墨水哦。另外，我最近还很爱用彩色铅笔构线，感觉这样的画面比传统的钢笔淡彩更加轻盈随意一点。我一般出门就带4根彩铅，橙色、紫色、蓝色和绿色。这些是辉博家的油性彩铅。前面的收纳袋里面还放了一个小小的卷笔刀，这个也是在 Loft 买的。另外，我还会备一根樱花的勾线笔，以防钢笔用到一半突然没墨的这种尴尬情况发生。我爱用的是 PN 弹性尖，笔尖是这样的，这个感觉和钢笔的压感更加接近一点。然后这个深棕色的笔也和 The Atramantis 档案宗的颜色差不多，当然这根笔也是防水的哦。我的颜料盒应该是被问到次数最多的单品了，这个是在淘宝一模多造物工坊买的，很便携，而且颜值很高，吸铁石构造用起来很方便，可以直接夹在本子上。里面的颜料我用的是温莎牛顿的艺术家级管状颜料，把它挤到颜料盒的格子里面风干就可以用了。我的常用颜料配色我会打在屏幕上。上色我用的是自来水笔，这种笔只要在里面灌上水再挤出来就可以沾取颜料了，不需要再额外准备洗笔筒和清水，所以用起来很方便。自来水笔我试过很多个牌子，自己用着比较顺手的是施德楼、无竹、赫尔拜因和德尔文，这4个牌子我觉得都不错。但是赫尔拜因和德尔文因为笔杆很长，不够便携，所以我平常出门带的一般是施德楼或者无竹，一般我会带1根大号和1根中号。自来水笔消耗比较快，很快续尖就会变差，所以家里总是备着很多根。对于新手来说，自来水笔的控水可能会比较复杂，没有那么容易，所以需要一定时间来磨合。还有一个必备品就是厨房纸巾，用来洗笔和吸走笔刷上多余的水。另外我会带一个小的喷雾瓶，这个是名创优品的，它
它用来在上色前打湿纸张。在户外画画，尤其是大晴天的时候，纸张干得很快，很容易让水彩的颜料呈现的没有那么润，看起来有点干巴巴的。所以铺大面积颜色的时候，我觉得用喷雾事先打湿一下会比较好。而且在自来水笔没水的时候，还能用喷雾瓶里面储存的水来灌水。有的时候我会用高光笔在最后加一些白色细节，我爱用的是30高光笔，比较粗的这一根，上面写着泰字。这些夹子是在画画的时候固定本子和颜料用的。大的这一颗是 Traveler's Notebook 的黄铜夹，小的这些我不记得牌子了，反正就是普通的鱼尾夹。最后这个小东西也是很多人问到过的，是个取景框，它是用来在选画什么景的时候帮我构图取景用的。可以用这个拉片来调整不同的画面比例。这个牌子叫做 Viewcatcher， 我是在加拿大买到的，好像国内找不到这个。另外，这个取景框也能在我画跨页的时候当做一个延伸板用，把颜料盒固定在画面外面，不是特别的稳，但是可以用，免得我再带一块画板了。最后讲一下我的本子，最近在用的这本是 Pentalic Aqua Journal， 几年前中了消费买的，没想到质量还可以。我一直挺喜欢这种小方本的，可以画半边，也可以画跨页。这本稍微大一点的是淘宝的夏目手作买的，它有很多不同的封面可以选，然后纸张也可以选自己喜欢的牌子，所以还是性价比蛮高的。另外，我一直以来的真爱还是这本跟了我5年的 TN 护照本，小小的，真的很便携，但是打开画跨页也不会觉得太挤。我觉得想要在路上随笔记录一下，这种小尺寸的就很合适。如果画面太大，反而会不知不觉的花特别多时间去抠一幅画的细节，那样画起来很累，也失去了速写手账本身的乐趣了。好啦，那今天的便携画材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有哪些自己喜欢的工具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给大家。我很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小伙伴们加入我们边走边画的行列，一起来寻找随意记录生活的乐趣吧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